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向大家证明人一定要多读书，她初中毕业未读高中，却凭努力成为模特和演员，然而缺文化底蕴，发言仍需谨慎。你们说她凭一副好皮囊走上演艺圈，结果还真别说，努力还挺让人佩服，但你们发现没有，她说话那个样真的是貌美如花，文化成死灰。我昨天刷到她发的那个微博，句子都特别奇怪，像上课没好好听讲的学生，语言中毫无厚度，连简单的内容都能说成一锅粥。然后现场采访她更不用说了，那些话听得我头都大了，好几次差点怀疑她是不是在念稿，怎么发言那么拘谨生涩。我一开始还以为她就是那种靠脸吃饭的花瓶，结果慢慢才觉得真是努力再努力。人家那旅游英语专业是她自己说的，学校也不算名牌，确实挺普通。她能从一个模特变成演员，不靠什么后台人脉，光是靠自己不断试错拼命往上冲，真的得给个赞。但说实话，别的不说，光是文化底蕴这块，真要说点啥也说不了几句。看他那些发言，总感觉像在用义乌话拼命凑字数。我之前还闹过笑话，比如他在节目里的发言都是这个，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这样吧。每次他开口，气氛都变得尴尬无比，仿佛整个现场都在等他一句下一个问题。这些话说得多了，不知道后台要不要担心他会不会把专业形象搞得一团糟。要不是看她长得漂亮，我真就没法信她还能撑得住舞台。说真的，别人都说颜值逆天才有资本，可是没有底蕴的空壳体终究撑不住多久。尤其是在这个娱乐圈，底蕴是最基本的配备。你会发言，能讲出点真话，不然怎么在公众面前立得住？自己说自己他还年轻，学习还在路上，可真就有点鸡肋。年轻可以借口，文化底蕴不是真的能靠时间补上去的。你看那些演员、主持，哪一个不是书香门第，文化素养都不错，能说会道，经得起推敲。我倒是挺理解他的心情，毕竟能站到台上，心里那点怕怕的，想要表现得更自然点，可结果反倒变得拘谨。就像那天他参加某个访谈，问到一些深入的问题，他一脸迷茫，说话那种吞吞吐吐，真怕被人截图发到网上嘲笑你就是个肤浅的小妹。我就琢磨，他要真把底子打扎实了，也不用如此局促了。这事真就这么过去了？娱乐圈里这些花瓶们，短时间能蹦一下，但长远还是在看能不能充电。我倒觉得，白鹿要是真想走得远，下一步就得别只靠这份美貌和拼命装嫩，要不真会变成燃尽美貌资源的那种存在。否则，像她目前这样，靠努力加一点点天赋撑着，还能活多久？等有谁把她文化浅薄的标签放大细说，后果可就不只是尴尬了。而且我觉得，白鹿这事也反映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没人把文化素养当成门槛，反倒觉得外表优越就够了。可怜的就是她这一路走来，从模特到演员，怎么说都算顺风顺水，偏偏最根本的胆识和表达力还没练扎实。好比那些所谓新人们，刚出头就敢大谈特谈社会、人生、价值观，反倒是这样的人能撑得住时间的洗礼。他呢，光靠粉丝撑场子，自己心里还真没底气，说的话总是小心翼翼，怕出错，怕被骂。那得多努力才能在这条路上不被踩死。我倒挺佩服那些打理台词、沟通技巧的人。你看人家李易峰，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也算是个会说会表达的人，能说清楚，能调动气氛。可偏偏白鹿明显偏门而生，长相又好，
一路拼拼凑凑也算是红到一定高度。可真要比文化、比深度，差距还是摆着。她自己也知道，不能光靠外表，否则迟早要被扒出身材不足。可是倒还是说话像个刚学会开口的孩子。这么操作，粉丝真不翻车。不知道她以后会怎么走，要不要真像她自己说的那样，多读点书，充实充实自己。否则，她之后要真被文化浅薄这个标签缠身，连自己那个朴素纯真的形象可能都要变成无底线、不会表达的代表了。人活着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大牌明星也没谁天生就会高谈阔论的，问题是你的知道怎么去弥补这一块。他能不能赶上这个节奏？还是说，只要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，就可以继续笑在最后？我倒真想问一句，人啊，真就得多读书才能少点窘态？还是说，这个圈子拼的只是看脸加运气，文化素养反而成了额外点缀？这事真就这么过去了？2. 白鹿这套棕色皮衣黑丝高跟造型，好绝美的脸蛋和身材。姐妹们，咱就是说，白鹿这是要杀疯了的节奏啊！今日份的广告大片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，屏幕都快被她的气场震碎了。棕色皮质裙装，金色饰品点缀，再加上那黑丝高跟，直接把摩登酷飒4个字焊在了脑门上，就问你服不服？Virention 的廓形夹克外套和短裙裤，一般人穿上可能就是个时尚单品，但白鹿穿上那就是女王的战袍。手提 Jimmy Choo 单肩包，脚踩 Jimmy Choo 绑带式高跟鞋，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巴上。这节简直是把奢侈品穿出了老娘就是豪门的既视感。不得不说，白鹿这脸蛋和身材是真的能打。想当初，谁能想到那个在招摇里古灵精怪的女魔头，如今能蜕变成如此气场全开的时尚女王？还记得半是蜜糖半是伤里的将军吗？职场小白兔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清纯可爱的模样让人直呼初恋脸。可现在呢？棕色皮衣一上身，眼神都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霸气，这反差简直绝了。这让我想起之前她在综艺节目里大大咧咧、不拘小节的样子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所以说，女明星真的是可塑性极强，能甜能颜，想变就变，简直是百变女王。话说回来，白鹿这次的造型真不是随便穿那么简单，这简直是把姐姐好飒，我好爱写在了脸上。棕色皮衣自带一种成熟稳重的气场，搭配黑丝高跟，又增添了一丝性感妩媚。金色饰品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让整体造型更加精致高级。更重要的是，白鹿的眼神里充满了自信和坚定，仿佛在宣告：老娘就是最美的，不接受反驳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场，才是最致命的。咱就说，这套造型要是放在其他女明星身上，可能就会显得用力过猛，甚至会有点俗气。但白鹿却完美的驾驭住了，不仅穿出了自己的风格，还穿出了高级感和时尚感。这除了自身条件过硬，还真的感谢她日益提升的时尚品味和强大的气场。说实话，看到白鹿这次的造型，我只想大喊一声：姐姐，我可以！谁说甜妹不能走御姐风？白鹿这就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姐妹们，你们觉得白鹿这次的造型怎么样？是你的菜吗？快来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。是喜欢她甜美可爱的一面，还是更爱她如今这种霸气外露的御姐范儿？或者你觉得还有哪些女明星能完美驾驭这种风格？咱们一起讨论讨论。